拆解帧数导弹，制导系统落后美国50年，导弹还处于盲飞状态。对于帧数中程弹道导弹，普京大帝亲自背书，号称11倍马赫，射程覆盖欧洲，北约防空系统根本拦不住。听起来确实吓人，但实际情况却跟普京说的完全不一样。前段时间，基辅科学研究院的专家解剖坠落导弹残骸后发现，这导弹有点落后，肚子里塞的是冷战时期的真空管和机械陀螺仪，子弹药在从母舱分离后就处于乱飞状态了。那么帧数导弹的真实性能到底如何？为什么会出现落后时代的真空管？与美国弹道导弹技术相比，双方的差距有多大？在乌俄战场上，帧数导弹一共漏了2次点，每一次动静都很大。但火力军仔细一琢磨，这里面演戏的成分可不少。2024年11月21日，第聂伯罗市的南方机械制造厂上空突然降下了6道闪耀的火雨，这场面确实壮观，不少乌克兰老百姓都看呆了。根据五角大楼事后的复盘，这玩意儿其实就是 IS-26 洲际导弹的阉割版。俄罗斯为了钻条约的空子，第3级助推断拆了，伪装成中程导弹。普京这次发射政治意义远大于军事意义，为什么？因为导弹里装的不是高能炸药，而是纯金属棒。理论上，如果导弹速度够快，靠质量和重力加速度产生的破坏力确实比普通炸药更无解，因为它能直接钻进地下100米。但问题在于，俄罗斯的金属棒更像是从楼顶往下扔板砖。虽然11马赫的动能撞击确实能把屋顶砸个对穿，但对于那种加固的航空航天厂房来说，也就相当于在屋顶钻了几个眼。这哪里是拆楼，这分明是在给乌克兰和北约发最后通牒。你看，我有这个，虽然这次没装核弹，但下次你猜我会装什么？到了2026年1月9日，帧数又来了，这次的目标更有意思，利沃夫州国立航空维修厂。乌克兰最西边，距离波兰也就是北约地界只有不到70公里，砸向了负责维修 F-16 和米格29的维修厂。俄方说已经将其摧毁，但乌方情报显示，由于依然是动能弹头，主要的破坏居然是震坏了当地的燃气管网，在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里，大片居民区断供。这次发射选在和谈呼声渐高的节点，普京就是想告诉欧洲，我的战略耐心快耗尽了，我在北约家门口玩火，你能拿我怎么样？就在帧数大杀四方的时候，基辅的拆解报告给俄罗斯泼了一盆冷水，这导弹的制导系统落后美国半个世纪，甚至子弹药都是盲飞的。在对帧数导弹残骸进行法医鉴定时，基辅科学研究院的专家发现，在导弹的制导舱里发现了大名鼎鼎的玻璃封装真空电子管，这些零件甚至带有苏联时代的工厂标识，部分制造代码可追溯至2018年。这个消息一出，美欧军事评论区直接笑疯了。美国早在60年代的民兵3型上就全面抛弃真空管，换上集成电路了。2026年的导弹用1960年的技术，这意味着在电子基础架构上，俄罗斯最先进的导弹竟然落后了半个世纪。这不就是3轮车硬上 F1 赛道吗？这就好比你买了一辆号称搭载了自动驾驶的顶级超跑，结果掀开引擎盖一看，里面居然跑的是蒸汽机，仪表盘还是用发条带动的。面对嘲笑，俄罗斯那边脸皮也厚，直接反驳说，你们不懂，这叫抗电磁脉冲硬化。他们的逻辑很简单，在核战争环境下，现代高集成度的半导体芯片非常脆弱，电磁脉冲扫过来可能都不能用了，而真空管靠空间电荷运动，物理尺度大，皮实耐操，能够承受极强的电磁辐射和伽马射线照射。火力军只能说，在某些特定环节，真空管确实有它的道理，但绝对不是因为先进。比如冷阴极气体填充管，能够在纳秒级的时间内切换数千安培的电流和数千伏的电压。在核弹头中，需要极精确的时间控制来引发波乔斯电雷管。真空管的低抖动特性和瞬间高功率输出能力，使其至今仍是核武器点火系统的首选。还有就是等离子体通信，导弹在11马赫飞行时，周围会形成一层等离子壳套，普通电子设备容易失效，真空管确实更稳健。但以上这些并不是使用真空管的理由，现在的美国和北约不用真空电子管也能解决这些问题，人家用的是蓝宝石基板硅或者绝缘体上硅技术，是在微芯片层面进行抗核加固。就好比我们要防雨，美国人穿的是特殊纤维防水服，轻便透气，俄罗斯人因为做不出防水服，直接给自己焊了个铁箱子套在身上。火力军想说，真空管体积大，功耗高，一致性差，用它不是因为俄罗斯想非对称竞争，而是因为在美欧的制裁下，那些用于洲际导弹的高端军用芯片，俄罗斯真的买不到了。2026年初，关于帧数导弹还有一个更猛的料，多家专业军事资源和开源情报分析师通过对导弹残骸的研究发现，
这款导弹的分导载入载具其实是处于盲飞状态。当然，盲飞并不是说导弹完全失控，而是指其子弹药在从母舱分离后缺乏精准的自主机动能力。简单来说，就是导弹母舱把那6个导弹头扔出去之后，这6个弹头并没有独立的制导系统，它们就像6块飞得极快的板砖，全靠母舱放手时的那点惯性往前飞。真正的顶级玩家，比如美国的3X-2D5，那上面的每个子弹头都有自己的独立变轨发动机和横行观测系统，扔出去之后，每个弹头都长了眼睛，精准敲开不同目标的房门。帧数这打法就很奇葩，母舱飞到预定高度，像倒垃圾一样把子弹头倒出来。如果母舱在释放那一刻稍微抖了一下，或者高层大气的气流强了一点，那子弹头的落点就真的是随缘了，感觉像是半夜喝多了在大街上撒胡椒面，能不能呛着对手全看风往哪边吹。当然这不是随便说的，有证据。比如母舱架构，拆解发现它的分型系统非常简单，只有密封仪器舱与气体反应导向系统，根本没有复杂的多轴机动推进器。这些是莫斯科热技术研究所设计中的标准元件，用于稳定弹头段而非制导，落点也很乱。在蒂沃夫的袭击视频里，6个弹头落点的分布极其不均匀，有些弹头甚至在天上就解体了。不仅制导不行，连子弹头的外形设计和防热材料的一致性也出了问题。对于核弹头来说，打歪几百米没关系，反正核爆半径大。但对于帧数目前用的这种动能或者常规弹头来说，这种盲飞就是致命伤。你打不准，就没法摧毁加固的点状目标，比如指挥部或地下掩体。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只有一个：制裁。现在的台积电已经不再向俄罗斯提供芯片，美欧也已经断供，普京没得选。那俄罗斯当前的导弹技术如何？有没有机会追赶美国？大家可能好奇，俄罗斯不是号称有自己的国产芯片吗？确实有，比如著名的鄂尔布鲁系列。但尴尬的是，这些芯片设计出来后，俄罗斯自己根本造不出来，得找台积电代工。自从2022年制裁大棒挥下来，台积电断供，俄罗斯的尖端导弹大脑就彻底断了吹。俄罗斯原本给 RS-26 设计的数字化制导模块需要大量高精度微处理器，现在渠道断了，影子船队走私过来那些工业级芯片根本扛不住导弹载入时的高温高压，于是俄罗斯设计团队只能脑洞大开，既然数字化搞不定，那我们就退回到模拟控制，退回到机械陀螺仪，退回到加加林时代的方案。所以我们在残骸里看到2018年的代码，这意味着俄罗斯现在是在拆东墙补西墙，把2018年之前攒下的那点家底一点点匀给这些新导弹。这种真空管与陈旧芯片的组合，反映出俄罗斯军工的一种降级生存模式。它不是为了抗核爆而选了真空管，而是它的流水线上只剩下真空管这种不需要先进光刻机就能手焊出来的工业活化石了。这就是典型的21世纪的发动机驱动20世纪70年代的电脑。这种技术退化反映了俄罗斯军工产业极其尴尬的现状。既然拆解完了，我们得横向对比一下俄罗斯的帧数和美国的哨兵到底差在哪里。俄罗斯的强项在于气动热防护和材料学。说实话，在高超音速飞行环境下的等离子体研究上，俄罗斯确实有点东西，他们能让导弹在高温下不化掉。美国的强项在于导弹拥有全数字软件定义的制导架构，陀螺仪是激光或者光纤的，漂移率比俄罗斯的机械陀螺仪低了好几个数量级。导弹支持动态重定目标，飞在半路上能换目标。俄罗斯的帧数发出去基本上就是听天由命了。在制造上，俄罗斯依赖重工业机电和手工组装，受制裁影响，供应链断裂。美国这边采用数字化双胞胎、3D 打印及自动化流水线。至于俄罗斯能不能追上来，火力军的看法是很难。俄罗斯这边是举国体制，将国防支出提升至 GDP 的8%以上，军工企业在2024年至2025年经历了爆发式的人才流入和薪资增长。不过即使如此，俄罗斯想要在半导体领域全面追赶也是不可能的。没办法，缺乏现代光刻机和高纯度材料供应，即使能设计出优秀的处理器，也无法在本土生产，创新停滞。长期的制裁导致俄罗斯科学界已经退化了，现在更偏向通过逆向工程和修补旧系统来应对急需，而非进行原始创新。并且自2025年下半年起，俄罗斯能源收入下滑，主权财富基金被迅速耗尽，没钱还搞什么高精尖研发？对于以上这些问题，俄罗斯也很清楚，所以他们把所有的钱和人才都堆到了流体力学和动力系统上。只要导弹能突防，只要能带着弹头砸到你的地界上，威慑目的就达到了。所以大家千万别以为帧数导弹就是个大好垃圾，俄罗斯走的是暴力美学路线，通过极高的速度和物理性能来抵消算力上的短板。这就像一个力量满分的壮汉，虽然眼睛近视，但只要他冲得够快，拳头够重，你还是得躲着走。虽然帧数里面的东西不怎么样，但物理规律不可违背，
不管它内部的零件多么过时，速度快是真的，在现有的防空导弹射速下难度极大，就算是一块飞11马赫的砖头也能打爆军舰。当然，不管怎么说，这种带有真空管的导弹出现在2026年的战场上，本身就是对现代战争的一种笑料。而且这招还不能玩太久，当美欧防空系统通过这2次实战，收集够了雷达特征数据，或者更先进的防空系统逐渐成熟，这些飞得飞快但没脑子的真空管板砖，恐怕就真的只能进博物馆了。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俄罗斯的这款帧数导弹到底是强弩之末的最后挣扎，还是另类创新？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别忘了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